威尔哥打得罗浑身是伤，教训罗要对自己使用尊称。因为罗的心脏在威尔哥手里，所以罗也没有反抗，低头挨揍。威尔哥把罗狠揍一顿，解了气之后，直接绑起来丢进了监牢里。新世界某个小岛，这里是真武海军部队管辖的范围，但是这里的居民却比生活在海贼的统治中更痛苦。真武海军是出了名的罪恶海军，这里的海兵比流氓和海贼更恶劣，欺压群众，蹭吃蹭喝，而岛民们因为要依赖他们，所以只能忍着心中的不快。这几年，小岛经常发生儿童失踪案子，海军对外的报告结果都是海难。然而，即便是海难，死也应该见到个尸体吧？岛民们不甘心，哀求真武海军再调查一下。准将大胡子很不耐烦，海难就是海难，这可是真武的中将威尔哥亲自调查得到的结果，还有什么信不过的？如果再纠缠不清，就以妨碍公务罪名处理他们。岛民们对真武海军和大胡子准将非常失望，看着自己孩子的照片，大家低声痛哭。只要是没有见到孩子们的尸体，他们就相信孩子们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很健康。被捆绑的孩子们已经苏醒过来，毒药的药效再次发作，孩子们又吵又闹，嚷嚷着吃糖果。乌索普没办法，只好再次使用催眠种子，但是这次种子的催眠烟雾效果明显减弱了很多，巨大化的孩子居然能抗拒一段时间。眼看铁链就要被挣开，还好孩子们眼睛一闭又睡了过去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孩子们再次惊痛，头痛欲裂的他们继续暴走。乌索普吓了一跳，举起弹弓准备攻击，被娜美一拳敲倒。这些是小孩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他们攻击。这时一阵烟雾出现，孩子们看到烟雾后都露出笑容。主人，娜美和乌索普回过头，看到了一个长着犄角的奇怪男人，手里还拿着一大袋糖果。这就是岛上的人们口中的主人，儿童绑架案的罪魁祸首，恐怖科学家凯撒·布朗。一看这家伙的架势，乌索普就知道一定是个不好惹的家伙，额头上的冷汗瞬间滴落下来。为什么这个凯撒会在这里？不是说路飞他们去绑架他了吗？难道路飞和这个家伙错过了？娜美看到凯撒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也不管他是不是自然系能力者，上前一步吼道：“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些孩子回家的。”凯撒阴险一笑：“这里有想回家的孩子吗？”孩子们见到凯撒都自觉地向他涌过来，乌索普和娜美上前阻止，却被孩子们一拳打倒。药瘾发作，孩子们顾不得其他的事情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糖果。乌索普准备用种子杀星，强行阻止孩子们，却被娜美拦了下来。乌索普很焦急，如果再不想办法，等巨大化的孩子们挣脱了铁链，他们俩也会被干掉的。娜美转过头，愤怒地看着凯撒，这才是罪魁祸首。如果想要发泄，就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在这个家伙的身上吧。不过，还没等娜美和乌索普对凯撒动手，那些巨大的孩子已经咆哮着挣断了铁链，力量惊人。如果挨了他们一拳头，恐怕当场就挂了。凯撒对这个结果很满意，没想到这些巨大化的孩子们力量已经成长到这个程度了，这正是自己想要看到的结果。乌索普再不废话，瞄准凯撒射出火鸟星。对方是瓦斯果实能力者，想必他的克星应该就是火。火焰引燃瓦斯，起码能给他带来伤害吧。但乌索普发射出去的火焰鸟直接穿过了凯撒的身体，熄灭了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。凯撒哈哈大笑，并非毒气才是瓦斯，所有的空气中都可以存在瓦斯。凯撒最厉害的一个能力就是可以控制一个范围内的空气，只要将氧气抽空，火焰就无法燃烧，人类也就无法呼吸了。看着娜美和乌索普一脸懵逼又十分惊恐的模样，凯撒非常满意，他瞬移到两个人身边，直接将乌索普身边的空气抽掉。乌索普按照自己的脖子痛苦倒地。娜美一看事情有点不对，马上用雷云反击。凯撒一个瞬移躲到娜美身后，抽掉了娜美身边的氧气。娜美只觉得胸口一闷，窒息感立刻上头，她本能地掐住脖子，摔在地上。孩子们围在凯撒身边，哀求凯撒给他们糖果。凯撒得意地看着乌索普和娜美，不只是你们两个，就连你们的船长路飞也因为窒息被抓起来了。孩子们越加狂暴，烦躁的大吵大闹，索要糖果。凯撒瞥了一眼他们，然后说：“只有用水管打爆这两个人的脑袋，再回到研究所，才可以得到糖果。”孩子们已经失去理智，听从了凯撒的命令。大家举起地上的水管和石头，准备向乌索普和娜美的头上招呼过去。砰的一声，茶壶子拿着大水管将孩子们手里的武器弹开。他曾经最信任、最敬仰的凯撒，可是如今所有的事实终于让他认清了凯撒的真实面目。这个家伙原来是一个连儿童都不放过、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自己曾经那么忠诚地替凯撒效力，结果却成了凯撒暗杀名单上的目标之一。凯撒看着茶胡子，一脸的天真无辜。哎呀，居然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是谁下的手呢？茶胡子举起水管向凯撒扫了过去，水管从凯撒偏软的身体中掠过。凯撒笑呵呵地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是雪人兄弟干的。不过你居然能活下来，也真是踩了狗屎运了。”
茶壶子要求凯撒将自己的部下还回来。凯撒鄙视的撇了撇嘴，对准茶壶子用出爆炸响板，一声巨响，茶壶子被炸成重伤。你这个被新世界淘汰的垃圾海贼，还以为自己是个船长呢？你已经没有什么部下了，他们全是我的小白鼠。干倒了白胡子，凯撒抓住娜美和乌索普，使用出同一招爆炸响板，更猛烈的爆炸几乎将整个废墟重新轰炸了一遍。乌索普和娜美、茶胡子躺在废墟之中，奄奄一息。凯撒让手下将孩子们送到瓦斯飞船上，自己打电话给助手莫奈，通知他开启网络直播。原来凯撒释放自己的老徒斯梅林，是打算以海军和草帽团等人为实验目标，向全世界地下的犯罪组织、黑道大佬直播自己化学武器的效果，以此来吸引大家购买。这个世界上说来说去，果然战争财最好发。战争、侵略、统治，自己创造的化学武器用途多样，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客户。喜欢的朋友可以链接直接下单，我们尽快安排发货。瓦斯飞船很快飞回到了研究所，凯撒安排手下把孩子们送回饼干屋，特别嘱咐他们要把房门牢牢地锁住，再也不能让孩子们逃出去了。所有的孩子在药引的作用下，乖乖地跟着守卫们向饼干屋走去，只有黑头发的小妹妹在徘徊。她一踏进基地，就有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。虽然此时她极度的渴望糖果，但是她很清楚这里是一个恐怖的地方，绝对不能回来。毒药可以使孩子们看到幻觉，黑头发小妹看到守卫变成毒蛇，吓得惊叫出声。惊恐万分的她想起乌索普和娜美，突然她恢复了理智，不再受毒药摆布，尖叫着要逃出研究所。她眼中的守卫变成了一个怪物，她现在心里只想见到把他们救出去的姐姐和哥哥。庞克哈萨德中心湖的岸边，索隆等人借助呼火警卫门的能力，引爆了所有弹射过来的小型斯梅林。对岸超大的斯梅林似乎发怒了，形状发生改变，变成了一个类似蜥蜴一样的东西，然后继续将粘液弹射过来。这次弹射过来的分身更大只。索隆四人一商量，决定先与警卫们赶去研究所找他的儿子，之后再做打算。四人向研究所的方向狂奔，但又逃不过斯梅林的射程范围内，身边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粘液掉落。最后一个巨大的斯梅林粘液球砸到索隆四人的身边后，这个粘液开始融合在一起，逐渐变大。索隆四人不想和这个家伙有什么瓜葛，只能用更快的速度逃向研究所，摆脱这个危险的东西。研究所外面，凯撒下令让所有的小弟们全部撤回研究所，然后将研究所的大门封死，任凭这屋海军的人在外面怎么叫嚣开炮，也闭门不理。斯梅林的分身已经包围过来，融合在一起，变得越来越大，对着海军们虎视眈眈。岛上的运输船被毁了，电话筒也被罗抢走了。海军们目前除了等死，别无他路。路飞迷迷糊糊的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和弗兰奇、罗宾、斯莫格、达斯奇关在了一起。达斯奇版的斯莫格看到这屋海军基地的首领威尔哥出现后一愣，大声质问威尔哥：“外面可都是这屋海军的人，难道威尔哥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去死吗？”威尔哥面无表情的回答：“是的。”此言一出，机智的斯莫格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看来之前儿童绑架案被人压下，捏造成海难事件流传出去，就是这个威尔哥搞的事情。这个家伙就是潜伏在这屋中的卧底。这件事说来也很讽刺，这屋是出了名的流氓海军，而这屋的海军恰恰就是个叛徒，很符合这屋的风格。罗撇了撇嘴，暗笑斯莫格太天真。威尔哥根本不是海军的叛徒，他本来就是个海贼，在加入海军之前就效力于多弗朗明哥。他按照多弗朗明哥的指示加入到海军之中，花了整整15年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爬到了这屋海军中将的地位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过着无间道的生活。斯莫格一听大受打击，一个卧底居然在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，而且自己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。威尔哥表示这些都是小问题，而且自己原本就已经计划到了这一步。之所以自己会这样堂而皇之的站在斯莫格和达斯奇的面前，就是根本没打算留活口。所有登陆庞克哈萨德的海军都得死。这里是多弗朗明哥的重要研究基地，怎么可能让人把这里的情报传出去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罗对威尔哥的背景如此熟悉，而且还能自由出入庞克哈萨德呢？结果只有一个，罗曾经也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。路飞沉默良久，问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：多弗朗明哥是谁？乔巴偷偷溜进了凯撒的实验室，偷到了一本药书和一些镇静剂，仔细研究后搞清楚了毒药的成分，正巧碰见了被关在笼子里的路飞等人和守在外面的威尔哥。乔巴躲在药书下面，伺机准备将路飞救出来。凯撒回到研究所和威尔哥莫奈会面，看到罗被逮了起来，凯撒很高兴。虽然罗之前也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，不过这小子城府太深，实力又强，很难掌控。当罗之前提出登岛辅助凯撒的时候，凯撒就对罗起了疑心，并且留了一手。他让罗把莫奈的心脏留下，作为交换，罗的心脏必须由凯撒保管，以防万一。如今看来，这一招甚是有用。罗即便是有再大的本事，现在也得乖乖的。凯撒是个憨批，但是莫奈精明的很。
于是代替凯撒暗中一直监视着罗。罗和草帽团的计划早就被凯撒掌握，罗的心里还是有点不服不忿。没想到蠢货凯撒的身边居然有莫奈这么聪明的人，真的是失算了啊！莫奈走过来通知凯撒，直播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播。研究室内放下一块投影屏幕，屏幕里是对研究所外面的直播视频。一个巨大的糖果站在外面的雪地中，而新世界各地黑市的中间人们都等着凯撒直播间里，密切地关注着凯撒的斯梅林实验。4年前的斯梅林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中毒的人虽然身体虚弱，但是还能撑到安全的避难场所避难，杀伤力还不够大。这次凯撒要通过给4年前的斯梅林投喂一个神秘配方的巨大饲料，使斯梅林升级新的效果，成为完美的杀戮机器。接下来凯撒直播间将要展现斯梅林升级产品，它有一个新的名字——死亡国度。索隆这边的逗逼4人组跑着跑着，看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糖果，还有一群卫兵在那里忙活着。卫兵们接到凯撒电话，凯撒假装很关心他们的样子，让他们赶快乘坐小飞龙拉着的雪橇逃命。卫兵们低头一看，雪橇和雪橇的绳子已经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腐蚀掉了，根本用不了。凯撒装作一副很担忧的样子，让大家脱掉防护服，拼命的跑。脱掉防护服，在这种地方，对于没有主角光环的普通人来说，没有防护服就相当于丢掉了一半的命。但是主人能害他们吗？主人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。卫兵们按照凯撒的吩咐，快速甩掉防护服，然后开始逃命。最后一个卫兵逃跑前，开启了前面一只巨大的影像电话虫，将凯撒的影像投射到了烟雾中。布鲁克吓了一跳，那个影像是谁呀？山治大声嚷嚷，无视他算了，逃命要紧。凯撒通过影像指挥斯梅林的行动，但斯梅林根本不听凯撒的指挥，扑上前一口将眼前的巨大糖果吞掉。几分钟之后，斯梅林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凯撒双眼紧盯着屏幕，发出奇怪又惊悚的笑声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斯梅林了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